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。面相千种万种，但经验告诉我们，能发财的人大多数都拥有一些共同的特点，而这些经验经过系统总结，就发展成了面相学。面相学在我国已经流传几千年，自有一套系统而严密的相面识人术和吉凶预测之道。从预测人的财富运这个角度讲，中国的面相学有完备的相对应的理论，这套理论几乎综合了人的面相的各个要素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占比最多的10种容易发财的面相，看看你有几样。1. 额宽饱满，少年财。看额头看的是才智，额头宽阔饱满的人，代表其智力及观察力都较强。在相学上，额头饱满象征着有祖荫或者是贵人支持的福气，他们一般比同龄人更容易得到贵人支持，只要抓住机遇，则会少年得志，获得财富。额头同时还代表着一个人的投资理财的能力。一般来说，如果一个人的额头高耸宽广，则说明此人的财力基础比较雄厚，对待投资理财有自己的一番见解，并且能够准确地对各种形势加以分析和判断。这类人可谓是投资理财的高手。2. 印堂广阔，青年财。印堂位于两眉之间，通过它不仅能看出一个人的胸襟气概，更是可以判断一个人的财富运的重要参考。在面相学中，如果一个人印堂宽阔、平满、色润有光，那么他必然有过人的胸襟，待人宽容，常有好人缘，因不缺稳定的生育伙伴，因此做事容易成功。演员舒淇是印堂宽阔平满的代表人物，宽眉距给人一种天真浪漫感，同时给人一个生活在高处的漫不经心感。他们从来不为生活忧心，也就意味着从不为钱发愁。3. 眉飞色舞，眼神清澈。眉毛神采飞扬，眼珠深邃有神的人，往往是有智慧并且有深度的人。在面相学中，代表智慧高深，思路清晰，他们能够出谋划策，通过智慧来获得财富。眉毛长顺，不浓不淡，配合眼睛顺势而长为佳。而眼睛是反映一个人内心世界的镜子，生的黑白分明，眼神藏而不露，眼型修长，必定是有高超智慧的人。他在获取金钱方面也必取之有道。若双眼再锐利有光，给人充满自信的感觉，那么他则更有决断力。这一类人往往是拥有特殊高阶专业或深藏计谋的人。演员赵薇在饰演《还珠格格》中小燕子一角时，其水灵的大眼睛和神采飞扬的眉毛，相信给大家都留下了深刻印象。更有坊间说赵薇是大陆女明星第1旺夫相。4. 田宅宫丰隆，善积财。眉眼之中的眼睑部位称为田宅宫，此处生得宽广，不受眉低压，又配合眼神充足之人，开运较早，多能事业有成，早知物业。其人一生运气极佳，人缘也好，多得贵人相助。如果一个人田宅宫长得好，则说明此人善于积累钱财。如果从事投资行业，则一定会取得很不错的成就。这类人即使不能成为大富大贵之人，也会过得衣食无忧的生活。香港富太徐子淇可谓顺风顺水，年纪轻轻就嫁入豪门，其公公李嘉诚更是房地产业的翘楚，田宅的置办当然不在话下。5. 耳后珠垂，纳福。耳朵乃是财之源头，在面相学中，耳朵是一个人的根基所在，自幼的教养是否良好，就可从耳朵反映出来。如果一个人耳大而厚，
色润白，轮廓分明，且有厚厚的垂珠，则是拥有福贵之人。一般在40岁左右便可创造出可观的财富。艺人谢娜的耳垂在明星中算大的，生了双胞胎是有福之人。6. 鼻头多肉，暴富财。鼻子又被称为财帛宫，是判断一个人财富运的重要标志。一般来讲，如果一个人的鼻子挺直有肉，鼻头丰圆，善根宽阔高挺，鼻孔掩而不露，则说明此人财运较旺，生活富裕，衣食无忧，还具备自行投资创业的能力。其实在面相学上，纯粹的财富最主要是看鼻子的，尤其是鼻头大小和肉头多少，往往影响着财富的状况。往往鼻头有横肉的人最容易在市场竞争中获得财富，或者通过某个突然来临的机遇暴富。暴发户一般都是这种鼻相。演员高圆圆的鼻子就挺直有肉，鼻头丰圆，鼻孔隐而不露，这是一个能够纳财蓄财的鼻子，生活富裕，衣食无忧是没问题的。7. 颧骨高，地位财。颧骨高而有势的人，做事有魄力和决心，敢作敢为，看起来威而不怒，有地位和威严。这类人大多拥有社会背景、地位和权势，往往是某方面的权威专家。有背景、有地位和权势，财富自然不在话下。邓文迪能从一个普通的留学生到现在打入上流社会成为名人，其做事魄力和决心可想而知。8. 口大牙大，四方财。口为福禄之门，俗话说男儿口大吃四方。如果一个人的口型微带方形，醇厚且色泽红润，再加上人中深阔，其金钱运是相当不错的。口大的人更愿意与人交往，敢于表达自己，无论去到哪里都容易建立人脉关系，适合与人合作共事而求财，多有贵人相助，招财进宝也无忧。古代时认为女人口大会吃穷家里，是不吉的面相，那是因为古代社会不允许也没有条件给女人外出做事业，所以才会判断为不好的面相。但现代社会，女人一样可以创一番事业，所以女人口大也一样是容易获得财富的面相。演员姚晨因其嘴大被称为姚大嘴，想必众所周知，曾一度因为微博有曲高人气被封为了微博女王，可见她和人交流交往的能力是不会差的。9. 法令纹身，威严财。法令线是指由鼻子两侧向嘴角延伸的两条很明显的纹线，法令纹越深，表示一个人威严越高，管控能力越强，能发号施令，代表管理能力强，事业有成，是大型企业高管的典型相格特征之一。导演张艺谋就有2条深深的法令纹，要论威严程度和管控能力的话，由他主持的一场场大型盛会的举办可见一斑。另外，在这里解释一下，就是在中国古代，人的平均寿命都是较短的，所以能长出深深法令纹，说明此人的年龄较大，生活条件好，在家族中的辈分地位自然就高。10. 地库宽厚，晚年财。嘴巴下方的位置为地库和奴仆宫，主管田宅等固定资产和晚年财富。如果这一位置宽厚有肉，说明比较容易蓄财，这类人固定资产很多，晚年生活富裕。我们常说的双下巴就是地库宽厚的一种情形。此外，具有这种面相特征的人往往具有很高的个人素养。一代女神林青霞就有着比较宽厚的地库和奴仆宫，年轻时就嫁给了宠爱自己的富商，田宅等固定资产自然不少。之后出了《窗里窗外》这本书，
书中用句平时无华，娓娓道来，能够感觉到青霞女神的好修养。以上讲了这么多会发财的面相，你都有哪几项呢？当然，以上这些选项只是给大家一个参考，最终能否在事业上取得成功，还是需要你日积月累的努力和人生重要节点的谨慎选择。其实，一颗想要成功的心，是人生最好的保鲜剂。一双灵气炯炯有神的眼睛，除了双眼皮和长睫毛的帮助，卧蚕也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。都说有卧蚕的是人上人，美貌且命好，真的是这样吗？也有传言有卧蚕的人福运旺，运势好，但在面相中是否究竟是如此呢？卧蚕在面相中主要掌管人的生育能力、孩子的未来运势以及与孩子的关系。如果形状饱满且气血较好，说明孩子将来势不可挡，与父母关系亲密。如果形状干扁却颜色乌黑，说明将来孩子易闯祸，学业不佳，能力平平。但是没有卧蚕的人又有哪些说法呢？一起来看吧。卧蚕眼的外观，很多人容易将眼袋错认为卧蚕，如何分辨卧蚕与眼袋呢？卧蚕在面相中被称为泪堂，位于下眼睑的下方，是天生形成。不管笑或不笑，隆起程度明显，呈椭圆形，有光泽有弹性，笑的时候给人一种很亲切的感觉。而眼袋是由于后天的作息不规律导致脂肪堆积，位于卧蚕之下，颜色青黑，给人一种憔悴衰老的视觉。中年之后大多数人都有卧蚕眼的命理，一富贵。从面相上看，有卧蚕之人头脑聪明，运势较好。男人有卧蚕，性格平和，做事稳重踏实，年纪轻轻就有自己的独到见解，有贵人相助，事业上有一定的社会地位，异性缘好，魅力之大，未来感情一帆风顺。女人有卧蚕，注定是富贵命，外表迷人，交际能力强，桃花运不断，婚后有望夫运。第二，优柔寡断。有卧蚕的人大多数的出身环境优越，得天独厚的优势并不会让他们傲慢无礼，而是有一颗善解人意的心，性格单纯，做事总是过分在意他人感受，导致遇事优柔寡断，不能够快速的做出抉择。事业上会因为无法拿捏主意，导致错失机会，生活中因无法做出抉择，给人一种怯懦无用的误会，感情中无法果断坚决，多数会陷入桃花纠纷。第三，积极乐观。卧蚕眼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亲切和睦，面如其人。这类人不管遇到多大的挫折，都保持一颗积极乐观的心态来面对一切，挑战一切。人常说以和为贵，拥有卧蚕眼之人永远保持平和的心，不争不抢，不急不躁，好运总会降临。感情中如果有一方多忍让多包容，必定能够走得长久，和谐顺畅。第四，子嗣运好。卧蚕主管人的子女运，可以通过观察卧蚕的形状与颜色，预测出子女将来的运势情况。拥有卧室眼的人能力较强，对感情专一负责，能够妥善处理好婚姻与工作，保持事业平稳，婚姻和谐，教育儿女有方。而卧蚕与眼袋都有的人，早年生活劳累，健康方面容易出现问题，晚年运势上涨，终有一番成就。那么男人和女人的卧蚕又有哪些不同的寓意呢？男人有卧蚕代表着什么？男人有卧蚕好吗？第一，人缘好。卧蚕眼基本上都是属于先天基因决定的，有卧蚕眼的男人一般人缘都会比较好，因为有卧蚕眼的男人都比较矮小，而且笑起来眼袋有种晶莹润泽的感觉，有时候即使不笑也会给人一种很亲切的感觉，加上这类人的性格都会比较好，所以身边会有很多的朋友围着，人缘就会特别好。第二，子女运好。卧蚕其实在相学上面我们叫它为子女宫，不管男人还是女人，我们都可以从这个位置看出他们的子女日后是否有出息，再或者以后自己的感情生活、子嗣的健康问题都能从这个位置看出来。
如果一个男人的卧蚕生得比较丰满，肉厚饱满，这说明这个人日后的子女将会福禄双全，荣名富贵。子女宫柔软丰满的男人，感情大多又比较温柔，又都比较有魅力，日后在选择另一半的时候也有眼光，相当独到。子女宫鼓起的男人都比较有人格魅力。而如果一个男人的卧蚕位置比较凹陷，又有乌青色的话，干扁无肉的话，则说明这个男人的子女运会比较不好，日后子女会体弱多病，不好管教，会因为子女的事情奔波，也会因为子女的事情让自己心力憔悴。就感情而言，由于内心感情比较内敛，在恋爱感情运势上面会比较不顺利，容易错失好的姻缘。第三，感情运好，有卧蚕的男人在感情运势上面会比较顺路。当然啊，上面两条中我们不难看出，有卧蚕眼的男人性格大多比较温柔，并且有耐心，在选择伴侣上面会有自己的一套理论，对自己的另一半可以说是倾注所有的去关心和爱护。所以一般有卧蚕眼的男人在婚姻感情生活上面会比较美满幸福。有卧蚕的女人福气好吗？第一，子女运旺，卧蚕的位置刚好就在子女宫的位置，如果女人拥有卧蚕的话，则可以充分说明子女运势比较好，因为有卧蚕就证明子女宫比较丰满盈润肉厚，这就说明充分看出这个人的生育比较好，自身身体比较好的情况下，孕育出的下一代身体和优势也会比较好。如果一个女人没有卧蚕，又或者是卧蚕位置颜色发乌发青的，我们大体就能推断出这个女人的子女运势不好，日后子女会体弱多病。第二，感情运旺，有卧蚕的女人在感情之路上面会走得非常顺利，能够很容易的就找到自己的白马王子，因为他们天生就比较善良，天真烂漫，也正是这一性格能够吸引很多异性朋友的喜欢，而婚后也会有很多的福运。好的性格能够让他和自己的伴侣很好的相处，婚姻生活会经营的有声有色。当然啊，他们的中晚年运势也会非常好，将能够比较幸福的过完一生。第三，贵人运强，有卧蚕的人性格比较稳重，思想会比同龄人稍微成熟一些，即使工作和生活上面出现一些棘手的事情，也能够很好的去处理，所以很容易就能够成为上司或者老板的左膀右臂，事业上面的成功率会比较高，贵人运会比其他女人要旺盛，工作中经常遇见常是自己的贵人，并且得到他们的指导，事业可谓是一帆风顺，大红大紫。第四，财运旺，事业运强，性格又好，那么有卧蚕的女性朋友们自然财运方面也不会差到哪里去了。他们的财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，一是来自工作上面的正财，一个是来自另一半的财。而且他们在管理钱财上面也有很好的独特见解，很容易就能够做到财生财，能很轻易的通过自己的理财小能力成为大富婆。所以有卧蚕的女性朋友能力当然是相当不得了。男士们遇见了，鼻子是人脸面的支撑，是五岳中的中岳。鼻子是呼吸的通道和器官，故与肺对应。在面相中，鼻子代表心田是否善良，个性是否自我，财运是否亨通。既可以看本人41到50岁的流年运气，也可以看本人一生中的财运如何。鼻子由山根、鼻梁、鼻头、鼻翼组成，其中鼻脊至两眼中间处叫山根，主极恶。鼻的下端叫鼻准或叫准头，鼻准与山根之间的中点叫年寿，主寿命的长短。准头的左右两翼，左为兰台，右为廷位，也就是本人的左右财库，预示主人的财运。我们了解了鼻子在面相中的基本结构，那么我们接下来就来讲讲鼻子各部位的相学解析。山根在两眼之间，上接印堂，下连鼻梁，是承上启下最重要的一处关爱，在面相中代表一个人先天的遗传根基及意志力。一，
山根高低。山根高代表自尊心强，容易自视过高和眼高手低。山根低代表自尊心弱，往往会有自卑心。山根低的人41岁时要防止破财。2. 山根颜色。山根颜色当然是以黄润为好，事事顺遂。青黑色为差，青黑色多是身体有隐疾，内耗甚大。3. 山根粗细。山根以丰隆粗大为佳，表示精力充沛。山根以窄小细弱为差，表示身体孱弱。山根也代表咽喉呼吸道过细或者有横纹，容易嗓子有炎症。由于现在的审美大环境是崇尚立体的欧美混血颜，所以很多姑娘都梦想拥有一个立体山根，让自己洋气起来。所以垫山根也成为鼻型整形的重要一步。但以相学的观点来看，垫山根不可以改运，但是可以改变心态，因为把山根垫高了，人有气场了，自然就自信。不过切忌过度整容。当然，低矮的山根也可以美出自己的风格。矮山根可以给人一种朦胧古典的美感，如台湾版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中的祝英台扮演者梁小冰，就因为他的矮山根，将这个人物形象后期的婉转的深情诠释得很好。鼻梁指面相中的年兽，是指山根到鼻头中间的这段距离，又称为极恶宫。1. 鼻梁有结。鼻梁有结的人做事冲动，脾气暴躁，会莫名其妙地发脾气，但是做事的执着力很强。44岁、45岁慎防离婚或感情变化。2. 鼻梁凹陷。鼻梁凹陷的人婚姻缘蛮差的，男人做事没主见，容易找个强势的女人做老婆，女人则经常找那些大男子主义的男人，往往所嫁非淑。3. 鼻梁密宫。鼻梁如果有黑气或黑痣，则家人或健康不利。同时鼻梁有个宫位容易被忽略，就是它还是婚姻宫，如果有黑痣，容易产生口角。我们通常举例的美鼻，通常都有着挺而直且莹润的鼻梁，如董洁天生的高挺鼻梁，就让她本来清纯的脸上多了高贵清冽之感。在由张恨水小说改编的电视剧《金粉世家》中，董洁的长相生动还原了冷清秋如百合般的高洁感。鼻头又称准头，是面部的第一财帛宫。1. 鼻头大小。由于鼻头代表自我，鼻头越大，人越容易固执，坚持自己的想法。鼻头还代表心田，鼻头大的人心平气和，鼻头尖的人则与之相反。2. 鼻头颜色。准头的颜色是至关重要的，黄润为财运亨通，赤红为破财，出豆子为情绪很差，小心和人争执，如果是发黑，则小心避祸。3. 鼻头软硬。鼻头的软硬是真的要捏一下的，鼻头软的人财运不如鼻头硬的人好。鼻翼又称左右金甲，又称兰台廷尉。1. 鼻翼厚薄。鼻翼厚表示其人善于积蓄，藏小金库；鼻翼薄不善理财。2. 鼻翼有痣，一定会破财，特别是行运至49岁、50岁时会严重损财。3. 鼻翼仰漏。鼻孔仰漏表示出手大方，命带偏财，财来的意外，耗的也意外。还有一点，便是鼻孔仰漏的人婚姻不好。以上对鼻子的各个部位做了分析，那接下来就化零为整，用传统面相的鼻型划分法来介绍具体鼻型有哪些。1. 眉心鼻。这种人的鼻子直插脑门，鼻根几乎与眉心连在一起，给人一种一气贯通的样子。据研究可以推测他们的运气很好，常常有贵人相助，所以往往位居高处。
他们需要注意工作方法，以免感受高处不胜寒的寂寞。2. 鹰嘴鼻。俗话说鹰鼻挖人的脑髓，因此这种人常在聪明中给人一种狡猾的感觉。他们的鼻梁很高，就像一座山峰，鼻尖仿佛有个钩子，恰如鹰嘴锁唇边。他们的鼻翼短小而少肉，常常给人留下一种刻薄寡情的印象。3. 胡杨鼻。胡杨鼻鼻子很大，鼻翼虽不是很大，但左右大小匀称，鼻梁高挺，有肉不露骨，山根不凹陷。胡杨鼻男性精明干练，虽白手起家，却能大富大贵，一生名利双收。典型的胡杨鼻就是成龙的鼻子了。生有胡杨鼻的女性聪明能干，个性随和，能够恰到好处地处理事情。这类鼻型的女性很有福气。4. 猛虎鼻。这种类型的人鼻尖很圆很壮，鼻孔不外露，鼻梁不偏不歪，给人一种美感。他们一般比较稳重，有权有钱，令人羡慕，是成熟的形象代表。但同时，他们的魄力往往使他们的生活有一些小的波折。5. 黄牛鼻。这类人的鼻翼比较丰满，鼻孔稍稍上扬，鼻根很肥大，左右鼻线分明。他们比较有谋略，善于动脑筋，但鼻子要求有好的搭配，长在长方脸上才会比较好看。其中的代表名人刘嘉玲就很会投资买房。6. 悬胆鼻。这种人的鼻子就像一只悬挂着的苦胆，其鼻梁坚挺，鼻宽适中，鼻尖微圆，尖长适度，鼻尖处有肉质感，翼不翻不现，有饱满弧线，是相当美的鼻型。李冰冰、陈好、黄圣依，他们算是真正的悬胆鼻了。7. 猎狗鼻。这种人的鼻子的中间骨峰凸起，就像可爱的小狗的鼻子，鼻翼薄，鼻孔大。他们一般都比较有主见，不太会听别人的意见，一般都会凭自己的意志去办事儿，这会让他们陷入孤军奋战的地步，事业上的成功大多需要他们付出较大的代价。8. 竹筒鼻。此类人的鼻子就像一节竹筒，齐齐整整，端端正正，鼻梁上的肉很多，摸起来软软的。一般来说，他们办事很稳重，其行为举止散发出男人的干练或女性的端庄，人到中年，事业有成。9. 蒜头鼻。这类人的鼻子就像一个蒜头，鼻梁扁平，鼻子短小，鼻尖和鼻翼比较细小。他们缺乏热情，对人比较冷淡，信奉平平淡淡才是真。年轻的时候一般不会受到他人重视，中晚年才会有希望发展。10. 威龙鼻。这种人的鼻子就是人们常说的高鼻龙，鼻梁方正，不偏不斜，高高的隆起，给人一种威严的感觉。他们在人们心口中是美好和高贵的象征，他们衣食丰足，而且往往成为某一领域的权威人物，但需要注意有自负与清高取向。11. 狮子鼻。这种类型的人鼻子的主要特征是鼻翼很丰满，看起来虽然不很美观，鼻梁不高，但是却给人一种贵族化的感觉。他们的财富与自身的努力关系十分密切，其社会背景往往一片空白，属于白手起家的典型。如果形容不出来，你可以看看王祖蓝的鼻子，肥大有光泽，他的鼻子就是非常霸气的。12. 偏门鼻。这类人的鼻根比较细小，鼻梁比较低，鼻尖舒缓，鼻翼又矮又小。由于鼻子比较难看，往往无端地受到别人的冷眼，因此他们做事常常会遇到意外的困难。对他们而言，受委屈是家常便饭，因此建议他们多登山或观海，抛弃烦恼或心中的郁闷。13. 黑皂鼻。此类人的鼻孔很大，鼻尖高高的向上翘起，
两个鼻孔就像两个深不可测的洞。他们的鼻子虽然不是很丑，但也给人一种不好的印象。他们是那种常常被人称为艰辛受苦劳碌多的人，但他们相信一份耕耘一分收获，这可能使他们在事业上有所作为。14. 猩猩鼻。这种人的鼻子有些像聪明的猩猩的鼻子，鼻梁比较高，眉毛和眼睛与鼻子紧紧地挤在一起，头发比较粗，面部比较宽，身体比较厚实。他们的鼻子给人们的印象是朴实憨厚，因此他们常常得到贵人的重用和提拔。对别人而言，他们平步青云，令人羡慕，但他们并不因此而朋友离散。5. 幽圆鼻。这种人的鼻子也称为桃花鼻，鼻头小而尖，鼻孔就像小小的三角形。生活中的他们常常喜怒无常，喜欢沾花惹草，就像人们心中好色的猴子一样，这常常使他们麻烦不断，也可能是他们忧虑的原因。讲了这么多鼻子，你知道自己是什么鼻型了吗？欢迎在留言区分享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愿您时时心清静，日日事吉祥，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。